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今天我们来到洞子口来探一家坝坝宴，非常有四川特色，跟我走吧。现在我在这个餐厅的十字路口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一边这么深，全部是坐的顾客啊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然后这边。我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，这里边人气现在特别的旺。哦，我拿一份脆皮鱼。它这个鱼呢是3轮车拉过来的，我抢到一条啊。现在去端别的菜，走吧。这个米饭是自助的啊，米饭自助。然后这一块都是有热菜有凉菜，这个是蒜泥白肉、酸豆角肉末、蒸茄子。然后有这个凉拌折耳根、回锅肉、肘子、豆腐烧老花啊，还有这个烧鱼。然后这边是卤猪头肉啊、鸭舌呀、鸭子啊，然后有凉糕啊、凉面啊之类的。然后那个地方是一直都在拌凉菜，这里的是半成品，拌好了就放到这里自己端。然后这边3轮车来了，看一下。这边3轮车就是在这边厨房做好了之后，用3轮车拉过来摆在这里。大家可以在3轮车上面端菜，也可以到这桌子上端菜。现在我端了3个菜，一个凉粉，一个猪头肉，还有一个脆皮鱼。但是呢，有的菜还没上，我要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上来抢，3轮车推过来，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先吃这个菜，糖醋脆皮鱼48块，先尝一下这个鱼。吃到的是里面的肉，再吃一下这个壳。再尝一下汁，这个看起来像是番茄汁，这味道很淡，只有微微的一点甜。这条鲤鱼大概重的话1斤3两左右，它不是传统做法，这个是一个新式做法。用了番茄酱。刚哥，鲤鱼还是比较腥的，对吧？你尝尝这个有没有腥味？好，我尝一下这边，它肉看得出来上面有很多水分，没有炸得太干。啊，有一点点，不是很重，一点点，这是正常范围以内的。这个鱼吃它的肉的口感来说，应该是今天早上7、8点钟的时候统一宰杀出来，然后腌制一会儿，到了10点钟的时候统一炸出来。这个汁呢，感觉像是一大锅一大桶，按照一个比例熬出来，提前熬出来的。需要上的时候就每一份上面浇一瓢。这个菜它调味调得很轻，糖醋味不是特别重。然后呢，鱼的腥味压得比较好。然后就是这个糊稍微面上的这个糊有一点厚，它还是有一个问题，你看这个位置明显是有点黑。它不是一条一条炸的，它是可能10几条一起下锅，在下面的就容易黑。凉拌耳片35，我先吃一块耳朵试一下，这个就是正宗的耳朵，看到没？中间有一个硬的东西，它这个是很脆的。它这个红油里面加了刀口辣椒，你看这黑色的就是炸的辣椒，给它打碎了的，红油还是比较香。尝一块这个稍微带点肥的，这味道吃出了小时候在吃宴席的那种感觉。然后颜色看起来中规中矩，就是它这个刀口辣椒感觉是放了多了一点点，有点影响这个菜的颜色。我再拿个筷子看一下它下面是有没有垫什么东西。哦，下面的话也就是葱啊，没有别的东西。这个分量还是蛮大的，这个分量还是不错。35块钱呢，对得起这个价格。我感觉猪耳朵吃多了容易腻，你感觉它这个处理的怎么样？我倒是没有吃到腻的感觉，就是可能会偏咸一点点，口味偏重一点点。城市白凉粉10块钱，这个是用豌豆粉给它放到水里面把它拌匀，然后一锅开水烧好了之后把这粉倒下去，慢慢搅，然后最终凝固了之后，让它冷了就再切成小条，或者是用刮刀刮成一丝一丝的，就是这么个做法。先尝一下，
想拿个公筷把这拌一下，哎，看到这个上面很多辣椒籽啊，看到没？很多辣椒籽，然后呢有生蒜、有葱、有花椒面、有辣椒。我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就是它这个油比较少，我很喜欢油少的，不太喜欢油太重的，因为油多了这个菜。这个小吃吃起来就不那么清爽，因为我在外省吃到这个凉粉，他们做的都油特别重，尝一下味道。夹不起来嘞，要轻一点。这种夹起来一条。这道菜不叫菜，叫小吃。然后呢，它的味型就是一个类似于凉面的味型，酸、麻、辣、甜。对于我来说，它的优点就是油比较少，我很喜欢，非常开胃。然后这个粉呢，你看，你稍微大力一点是夹不起来的，直接就断了。这个粉做的很嫩，也就是说它这个比例啊是控制的刚刚好，味道那确实是没得说，挑不出毛病，比较好吃。对于我来说，它的调味调的比较准。啊，刚才敲这个叮叮当叮叮当是卖麻辣烫的。这在我们四川是很常见的。火爆双脆55，我们同事刚抢过来的，一端上来一下子就被抢走了，就没有了。这个双脆呢，它是用猪的黄喉，再加这一个，我看一下这个叫什么针啊？这个应该是鸭胗，口感上呢有一点脆，但是不是特别脆。它这个一次炒很多份的话，我觉得已经不错了。味道上面是一个家常味，豆瓣酱、泡椒。葱姜蒜这些，尝一下这个黄喉。这黄喉呢，目测像是猪的黄喉，油也有黄喉。这黄喉其实是它的心脏上面的一个某个部位。这黄喉怎么做都是脆的，这个在火锅里面那是必点。但是我感觉它这改刀会不会过于粗犷？你看这一块黄喉那么大，哦，好像有点难吃啊。你看这一块的话，有点难吃到嘴里。它这个的话，确实可能是一个小疏忽吧。你看，除了这一块之外，别的，你看这种，它也不是说特别的大，但是相比来说，这一块呢，这一块确实大了一点点啊。这个可能就是刀工上面没有做到完全统一，但是在这个价位里面，对这个菜的味道可以有要求，对这个刀工呢，稍微就是会松一些。可是55块钱，我感觉也不是很便宜啊。这材料就不便宜啊！你说不便宜的话，你看这个黄喉，我们在火锅店里面点，可能也就这个菜里面的分量吧，30多块钱一份了。我又端了一份肘子啊，抢到的，78块钱。这个肘子看起来分量不小啊，我先用公筷给它开一下。哇，好软呐，感觉很软，筷子一弄就开了。这个肘子呢，看起来红红亮亮的，应该是一个东坡肘子的做法，煮到很趴很糯了之后，把它捞出来，直接浇一个汁儿。我先尝一下味道。很多人吃肘子他很怕吃这个带皮这一块，其实肘子就要吃这一块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肥的比瘦的好吃。这个有几种做法，一是蒸，2是靠，3是煮。它具体是哪个做法我就不知道，反正这个肘子一端上的形状非常完整，这个做的很棒。尝一下这个汁，这个汁一眼都看得到泡椒，这泡椒还不是辣的那种。我再吃一块瘦的，瘦的要小块一点，因为这一坨肉它不像肥的，它是实打实的一块肉，对，实打实的。肘子很新鲜。张哥，你能不能吃出来冻货还是不是冻货？吃得出来啊。这个是吗？这个感受不像冻货，它这应该在屠宰场拿的。屠宰场拿的鲜货比冻货贵不了多少，估计也就是贵个10%都不到。这道菜吃完之后呢，给我的感受它就是一个家常味，但是它这里面注重了泡椒跟姜。还有略微一点豆瓣酱，然后就是咸鲜微辣，回口的话有泡椒的这种乳酸的味道，就是开胃的味道，
开胃解腻的味道。如果它再加一点点醋，再加点糖，就变成了鱼香味了。丸子汤30块，我数下有多少个丸子？2、4、6、8、10，大概就是12个丸子。我先尝一颗丸子怎么样？看起来像牛肉丸这个颜色，实际上不是牛肉丸，它是猪肉丸调了个色，放了淀粉，放了一点鸡蛋，然后里面姜给的比较多，压了这个腥味。我喝一口汤怎么样？这个汤啊，几乎没有怎么调味，就放了一点点盐，这个做的可以。然后呢，这里面有金针菇，有番茄，有这个小白菜，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小白菜啊，放里面泡久了之后，会有一个不好的味道。整体这几个菜下来呢，做的都不错，但是有一个地方要说一下，这个菜啊，火爆双脆，刀工稍微粗糙一点，就是有的这么长，是吧？确实就如你说的，可能一口不好下嘴。然后再一个这个猪耳朵，这个卖相啊，就是没有去注重摆盘，就是这个稍微在往上面装的时候，可以稍微注重一点点，就会好看很多。然后再就是这个鱼的糊呢，稍微略厚一点点。然后这个鱼用了番茄酱，啊，这就不是一个传统菜了。这个我们八八宴上面可不加这个番茄酱，它是用糖和醋来调出来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缺点，它的菜上了摆在的地方，虽说人们都来端，但是有的菜是比较慢的被端走了，对吧？有的菜不是特别畅销，放久了这个菜就凉了，菜凉了对这个菜的口感可能会有一些折扣。不过已经很不错了，它这个模式啊叫做流水席，服务的话几乎是没有，而且端菜还得自己上去抢。我们该说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席吧。小王打饭来，开席了啊，开席了。这些菜没吃完打包了，因为我们比平常多点了1、2个菜，然后总的下来消费是266块钱，4菜1汤1个小吃。它的所有菜品呢，味道中规中矩，就餐的这个氛围感的亮点是强于它的菜品的亮点，但是材料还是比较新鲜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吃饭吧，它的氛围感非常强。你没有体验过四川八八宴的，可以来试一下。最后跟服务员打听了一下，他们一天要煮4到500斤的大米，这个就大家猜一下，他们总共有多少位食客在这里就餐。我们今天的探店体验就到此结束。